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50多岁还好看的女人很不简单。年纪越大越好看的女人，往往都有这些特征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在地铁上，我曾无意间听到2位年轻女孩在背后议论一位50岁出头、风韵犹存的女士，问50岁的女人漂亮还有什么用？那时我51岁，听到他们的言论，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他们的公敌。实际上，这2位年轻女孩在年龄上占有优势，但我却不明白，为何她们会对年纪稍大的女同胞抱有如此强烈的嫉恨之心。我一直爱美，心底里对那位未曾谋面的女士满心钦佩和仰望。那时的我，生活中确实很少见到50岁依然美丽的女人。我只依稀记得张爱玲的小说中，就上海大户人家那些保养得很好的太太们，她们不显年纪，既不年轻娇嫩，也不衰老疲惫，仿佛岁月从未留下痕迹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种无龄感是一种历经岁月的从容与优雅。在我年轻时，曾在中央戏剧学院和工作的大院里，亲眼见过一些熟龄女性的美，她们雍容华贵，让我深受启发，也有效缓解了我的年龄焦虑。我还从侧面感受到，她们的绰约风姿给年轻人，尤其是年轻男性，带来了某种惆怅和惘然的失落。如今我也步入了他们的行列，不谦虚地说，我也经历了他们所经历的一切。现在我可以回答当初那句50岁的女人漂亮还有什么用的问题了。如果用纯实用的观点来看，50岁的女人漂亮确实没什么用，因为她们已经不能用姿色去钓金龟婿了。但对我来说，我拥有幸福的家庭，根本不需要这些。然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看，50岁的女人漂亮却有很多用处。比如拍照时请陌生人拍照，她们都会更认真，不忍心随便瞎拍。在公共场合，哪怕是拥挤的地铁里，好看的人都会受到更多的尊重和赞美。这种尊重、赞美和艳羡，就像养料一样滋养着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更加熠熠生辉。80岁婆婆告诉我，永远不要低估一个50多岁还好看的女人，很不简单。前几天和婆婆闲聊，她突然说了这么一句，让我好一阵回味。这话要是年轻人说的，我可能笑笑就过去了，但从婆婆口中说出，却别有一番深意。婆婆年轻时是个护士长，如今80岁了，依旧精神矍铄，每天早上都会精心打扮一番，涂上口红，再去买菜。我曾好奇地问她为何要如此讲究，她笑着回答，我这辈子就没让自己邋遢过。这话简单，却饱含深意。我现在55岁了，每天早上都会花上半个小时收拾自己。有些人觉得我太矫情，但我始终认为人生不能轻易认输。前2天碰到一个老同学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，看起来比我们年轻10岁。我心里暗自得意，要是我告诉他我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护肤运动，他怕是要惊讶得合不拢嘴。婆婆说得对，那些50多岁还能保持好形象的女人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记得我40岁那年，公司裁员，我不幸被裁。当时心灰意冷，整天穿着睡衣，头发也不打理。婆婆见状，二话不说就把我拽起来，你要是现在就认输了，这辈子就完了。她接着说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谁敢用你？别人凭什么相信一个连自己都放弃的人？这话虽然刺耳，但却句句在理。
从那以后，我每天精心打扮，投简历、面试，3个月后，我找到了比原来更好的工作。新公司的老板告诉我，录用我是因为面试时看我气质出众，一看就是个有经历的人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小区来了个新邻居，50岁出头，天天穿着旗袍遛弯。我们几个老太太私下议论她装模作样，结果前2天听说她是个企业家，白手起家，现在公司年收入上亿。婆婆听后说，看吧，我说的没错，能把自己收拾得体的女人都不简单。她还说，这些女人不是为了给别人看，而是为了自己。每天照镜子时，能看到一个精神焕发的自己，这比什么都强。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那些50多岁还保养得宜的女人，不是因为她们有多少钱，而是因为她们足够自律。每天早起护肤，坚持运动，保持好心态。这些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难上加难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们都明白一个道理，人生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对你手下留情。相反，年纪越大，越要和自己较劲。我有个朋友，53岁了还开了个瑜伽馆。很多人说他疯了，这么大年纪还学瑜伽。他却说，我不学，过2年就更学不了了。现在他的瑜伽馆生意兴隆，很多年轻姑娘都慕名而来，称她为优雅大姐姐。婆婆的话总是那么有分量。那些50多岁仍旧好看的女人，她们背后的付出和坚持是我们看不到的。你看到的好看，是她们无数个日夜的努力；你看到的优雅，是岁月沉淀后的气质。所以，别嫌麻烦，别说累，更别在保养上心疼钱。存钱的第一原则就是让自己舒服，买些好的护肤品，换身得体的衣服，找个适合自己的发型，这些都不是浪费，而是在给自己投资，让自己在人生的下半场依然能够昂首挺胸地走下去。婆婆每次看到我，都会笑着说，这样多好，活得漂亮，活得有尊严。年纪越大越好看的女人，通常都有这3个特征，占一个都很贵气。不得不说，女人过了50岁之后，同龄之间的差距和容貌长相往往没有太大关系。这个时候决定了一个女人气质的，反而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。而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越老越有气质的中年女人，她们身上往往都有着这3个共同特征。1、长期运动比同龄人更抗老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们都会面临发福、肌肤松弛、皱纹、白发等问题。这主要是因为身体机能下降，新陈代谢逐渐变慢。但你知道吗？对女性而言，运动就是最好的抗衰老秘诀，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加速新陈代谢，让我们的身体保持最佳状态。这位60多岁的妈妈，退休后她爱上了运动，从跑步到网球，再到各种器械锻炼，她一样不漏。如今62岁的她，看上去比29岁时更有魅力，美貌值直线上升。健身的好处，可不仅仅是让我们保持年轻那么简单，它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积极影响。最明显的就是身形上的变化。运动能让人拥有更好的身材曲线，远离肥胖，而且通过局部的肌肉训练，我们的身姿会变得更加挺拔，即便是穿着简约的衣服，也能展现出优雅的气质。当然，运动要讲究方法，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比如跑步，如果只跑步不做力量训练，或者户外跑步不做好防晒，反而可能加速衰老。所以，运动时要注意有氧和无氧的结合，这样才能保持肌肉的弹性，避免苍老。运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
刚开始可以从拉伸、散步、跳舞等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，让身体逐渐适应，然后再加强核心肌肉的训练，比如平板支撑、仰卧起坐、俯卧撑等。练好核心之后，可以减少因姿势不正确而导致的身体损伤。最后就可以选择跳绳、游泳、跑步等减脂运动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一些有难度的运动，最好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，以免拉伤身体。如果你只是想维持身形和提升气质，那么记住3分练7分吃的原则。日常控制好饮食，适当拉伸，保持好的坐姿和站姿，抬头挺胸，这样也能让个人形象得到很大的提升。2. 得体端庄的打扮让人更有气质。不少女性随着年龄增长，渐渐地对穿衣打扮没那么上心了。有的可能是心里还想着要变美，可就是没找对适合自己的风格，结果反倒让自己显得更土气了。而那些真正会打扮的女性，她们更擅长凸显自己的长处和美丽。在她们身上，你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。我发现大家经常走进一个误区，就是只盯着自己某个小缺点不放，却忘了大局为重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看别人，尤其是陌生人，都是先看整体感觉，而不是盯着某个细节不放。人老了，长皱纹，有白头发，皮肤也不再光泽，身材也可能走样，这些都很正常。但只要我们保持整洁，看上去精神焕发，就能打破身上的那股沉闷感。再加上岁月赋予我们的那份成熟魅力，整个人就会显得格外大方得体，自带一种高级感。上了年纪的女性，穿衣搭配其实没那么复杂，舒适为主，怎么自在怎么穿。不过要是你对气质有些追求，那么在穿搭上可得注意这2点。首先，千万别硬扮嫩。虽然心里可能还住着个小姑娘，但岁月在脸上和气质上留下的痕迹是遮不住的。所以那些泡泡裙、公主裙、蛋糕裙之类的，穿上可能就会有扮嫩的嫌疑。还有大面积露肤或者过短的裙子、裤子，虽然看上去好像能让我们显年轻，但实际上穿在身上会感觉很突兀，还可能暴露身材短板，显得不太得体。你看，同一个人穿不同长度的裙子，气质差别就很大。短裙子虽然看上去俏皮，但和整体气质反差太大，反而不好看了。而长度合适的裙子穿上就更自然，人也显得落落大方。对于上了年纪的女性，服装选款得体很重要，这样才能显得更体面。裤子长度最好到脚踝左右，如果是小个子，搭双带跟鞋，再穿双覆盖脚面的鞋子，也能拉长腿部线条。裙子长度嘛，就尽量保持在膝盖以下。如果想要显瘦，那就选在小腿中部左右的，这样能遮掩腿粗腿不直的问题。保持年轻态，穿衣得注重气色。我们不仅要避免刻意装嫩，还得小心别让自己显得过于老气。随着年龄增长，面部缺乏气血感是显老的主要原因。看看这对比，50多岁的博主和90多岁的秦姨相比，面部气血饱满的秦姨反而状态更佳。那么如何提升这种气血感呢？很多人会选择明亮或花哨的颜色，确实比暗沉色更显年轻，但搭配不当也容易显得土气。选择花哨和明亮色时需注意，首先服装花哨，配饰就得简洁。碎花衣服很吸睛，但不少中年女人喜欢用花哨的丝巾搭配碎花服装，这样整体视觉感太强，显得用力过猛，反而土气。花哨服装要穿出气质，选精致小巧的配饰更合适。
对比这两组穿搭，差别一目了然。其次，颜色鲜艳，款式要单一。年纪大了，浅淡或鲜艳的颜色确实更显年轻，但鲜艳色并非绝对安全，特别是颜色饱和度高或颜色过多，和面部对比反而显得脸色蜡黄，整体穿搭也不美观。选明亮色服装时，记住2点：颜色要浅淡，款式要单一。只有这2点都做到，服装才不容易显俗。比如中性色、白色、米色、杏色，或者宝蓝色、西瓜红等，既显气色又不会显得单调。3. 富有内涵，优雅到老。近看形，远看气。外在的美都是一时的，过了50岁之后，容貌上会有巨大的变化。这个时候比起依靠科技对抗衰老，不如通过提升内在来增加魅力。而且女人真正的魅力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信，这种被滋润的气质，即便是离开了美颜，打扮简约，都依旧能给人一种脱俗的气质和韵味。三毛曾说过，读书多了，容颜自然改变。虽然这种改变不是物理上的变化，但却是内外兼修的改变，因为阅读丰富了内心，塑造了气质，这些都会显露在你的生活和文字当中。我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岁月从不败美人，大抵就是这样。除了阅读，日常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跳舞、插花、看展、烹饪，或学些新的技能等。这些事物能在岁月的长河中，让你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，以及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。席慕容曾在牧歌里写过这样一句话：我喜欢将木为木的原野，我也喜欢将木为木的人生。在这时候，所有的故事都已成型，而结局尚未来临。虽然年龄已经增长，但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，还有很多精彩等着被我们创造。我觉得女人最好看的样子，不是18岁的稚嫩，不是30岁的成熟，而是任何年龄任何阶段都充满自信的样子。冰心曾说，世界上若没有女人，这世界至少要失去5%的真，6%的善，7%的美。女人可以温柔似水，也可以为母则刚，可以是巾帼英雄，也可以小鸟依人，可以是大家闺秀，还可以是小家碧玉。每个女人都曾以为18岁才最好看，20几岁很大了吧，30岁定是徐娘半老，40岁，哎呀，老得不行。年龄越往后走，越会发现，女人30岁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，40岁依然中年少女一枚，50岁正值中年。女人最好看的样子，不是18岁的稚嫩，不是30岁的成熟，而是任何年龄任何阶段都充满自信的样子。1. 美在心态。人们常常用年龄去衡量一个女人的美丽，但其实每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18岁，那是青春的美，如同初升的太阳，光芒四射。年少时的无畏与桀骜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冲动。到了20几岁，少女情怀如诗如画，带着一丝朦胧与憧憬，那是青春独有的美好。30几岁，女性步入了母亲的行列，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。岁月在她们身上留下了温柔的痕迹，那是一种沉淀的美，散发着独特的韵味。40几岁，她们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却依旧保持着一颗纯净的心，知世故而不世故，展现出一种淡定的美，让人敬佩。50几岁，智慧与圆融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，那是一种优雅的美，让人无法抗拒。而这一切美丽的背后，都离不开自信、乐观与良好的心态。生活过得好的女人，她们从不依赖别人，
深知自己才是最大的依靠。就像香奈儿，她的童年并不幸福，母亲早逝，父亲将她送进了孤儿院，孤独与艰辛伴随着她的成长，但她从未放弃过自己。当她第一次站在酒吧的舞台上驻唱时，面对的是台下观众的鄙夷与不屑，甚至有人向她扔瓜果皮盒，但她内心的骄傲从未被击垮。她骨子里的坚强比钢铁还要坚硬。她曾说，丑小鸭之所以能变成白天鹅，是因为它本来就拥有白天鹅的基因。2. 美在爱己。女人自信的首要条件就是爱自己。她明白自己来到这个世界，并非只是为了找一个好伴侣，生育几个孩子，她既是妻子也是母亲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她是独一无二的自己。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她还有追求梦想的勇气，有热爱的事业，有随手可得的爱好，更有享受生活的权利。好的婚姻对她来说是如虎添翼，但就算遇到不幸，她也能独自绽放，活出自己的风采。奥黛丽·赫本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她的一生深深影响了赫本。在赫本的记忆里，母亲永远坚强不屈，她冷静端庄，严谨而优雅，哪怕是与丈夫争吵后心情低落，她也能迅速恢复平静，听一支美妙的音乐，看一场精彩的歌剧，或者带着赫本外出散步，让心灵得到慰藉。即使身处婚姻的困境，她也能凭借骨子里的坚韧，撑起自己的尊严和美好。一个女人最难得的，不是嫁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拥有听话的孩子，而是无论遭遇什么困境，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。她懂得，只要用心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就能把每一周每一个月都过好，从而过好自己的一生。爱美是人的天性，我们热爱天上的云，湖中的影，春天的花，秋天的叶，热爱所有优美的事物。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，更应该被欣赏和赞美。木心先生曾说过，美貌是一种表情，别的表情等待反应，但美貌却无为无目的，使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，实际上是被感动。当我看到一个美丽的布满岁月痕迹的脸时，我会更加动容。愿每个女人都能拥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，让周围的人都能感受到快乐和幸福。也愿我们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，不断努力，实现自我价值，过上有钱有闲、优雅从容的一生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